下面让我们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不顾家人反对和他结婚，可是婚后婆婆对我百般刁难，她也不帮我说话。我妈年纪大了，在很多事上都很固执，我想她忍一忍就过去了。她这个人特别自私，什么都只想自己，根本不管我和孩子。我也有很多事儿要忙，所以很多事上就疏忽了，她就不能理解我吗？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王先生40岁，来自河北务农；王女士39岁，来自河北无业。欢迎两位啊！今儿谁要来的呀？今天是我要来的。来干嘛呀？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日子现在是过不下去了。我们两个是介绍认识的，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们两个背景不一样，他是农村的，但我是市里面的。我们家里人是不同意我们交往的，但是他做的事情非常让我感动。就是我在烟台上班那时候，但是他就是为了我，然后就来烟台这边找工作。而且他对我那时候特别好，给我买一些好吃的，然后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就会去公园爬爬山，看看日出夕阳啊，在海边散散步，那时候都是一些特别浪漫的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挺幸福的。我想我这么着嫁给他了也挺好的呀，我没什么别的要求，就是他这人实在又老实，然后对我又好。虽然我家里人反对，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的，我就嫁给了他。嫁过去之后呢？那我就跟他回到了他的老家。我们是跟婆婆一起生活的。等我生完孩子以后，孩子也离手了，婆婆说帮着我带，我就说我想出去找个工作，他就死活不同意。他是说你就在家带带孩子，上地里面干干农活，你不用去抛头露面去啊。他就这么跟我说的。这是婆婆的想法。村里的传统就是年轻人结婚了，干地里活，老人帮着带孩子。我娘啊，她就是老一辈人的传统嘛。您的意见是什么？我的意见也是陪着我一起干农活。您这一城里的姑娘应该不会农活吧？我不会啊，我婆婆她就非逼着我去，我就很努力的去做了。我婆婆她看见了以后，她就说：“你怎么这么没用啊？这么小的事都干不好。”我当时我就心里就特别生气。我第一次干这个活，你不鼓励鼓励我，你相反的，你这么说我，说我没用，所以我特别受不了。那天虽然我这样，我还是坚持着跟他们把那一天活干完了。回去以后，我就发现我被晒过的地方皮肤就开始起疹子，有的地方就起泡了，就流水，有的流水了，流血了。然后我就给我婆婆就说，她怎么说？她说：“你怎么这么娇气啊？你就晒晒太阳，你就成这样了，你就是一大小姐嘛。”娘她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我这都晒出那个紫外线都过敏了。那后来不是我也给你买药了吗？你给我买药了，那皮肤上的伤，我心里的创伤呢，我怎么治？你不是来这儿了吗？你们给治治哈。后来呢？后来我就没去了啊，没去了。我在家看了一段时间孩子，我就想我婆婆说我那话，她说我没用。我怎么就没用了？我是不适应干地里的活，但是我不能干呀，我也不是游手好闲的一个人，我不是说非得要靠他养我可以工作的。然后我就背着他在我们镇上找了一份那个收银员的工作。挺好啊。我去了，后来他知道了，跟我说什么？这个她是我婆婆。我怎么觉得今天应该带婆婆来？这跟星儿没什么关系。婆婆知道了啊。婆婆知道了，天天去那捣乱去，怎么捣乱？她去买东西，带着孩子去，孩子见着妈妈就妈妈长妈妈短的。你说我是看着孩子，我还是工作？就有一次就特别过分，他去买东西，买了东西之后，他把它打开吃了尝了，他说不好吃，要退。他觉得我在那儿工作了啊，你在这儿工作呢，你就给我退了吧。那不是我家开的超市，我说的不算，我上面也有经理，他就不听，他就非得让我退了。我跟他好好说。他也不行，后面排队结账人也挺多，他就在这儿吵吵。后来经理就来了，我这工作就黄了。那没什么呀，再找一个。回忆他怎么跟我说的？人家不要你了，你就还是继续干地里活去吧。你就都对吗？我怎么了？那2015年那一年，您做微商，让人骗了1万多块钱。说起这事我就来气。我做微商，起初我的动机是好的，我是为了赚点钱给家贴补贴补。那时候不是我看孩子一段时间，然后孩子就
上学了嘛，我都有一点空余的时间出来了。那你不让我出去工作，我在网上找个兼职。你兼职也没事，你不是那微商那他不是不靠谱吗？那人他骗了我呀，货没发过来，他把我给拉黑了，我也找不着这个人了，我也慌了，1万多块钱，不是个小数，我也挺害怕。那时候我就为这事我哭好几天。我也认错了，我也道歉了，我说是我的不对，不依不饶。那你想怎么着？那大不了我以后赚钱我还给你还不行吗？我生气的，你当时你不跟我说一声。那我跟你说了，那你能同意吗？都不让我出去工作。行，反正这事儿发生以后，我婆婆也天天絮叨我，因为这事儿在我理亏。她开始的时候，我跟我婆婆有矛盾，她是过来帮我说话的。我被骗了之后，转折180度大转弯。比方说那个我婆婆做饭，她盐吧放得多，她喜欢吃咸的。我就跟他讲，咱现在健康饮食，你少放点盐，对孩子也好啊，对您身体这么大岁数了，这个心脑血管都好，少吃点盐。他说他不听，我就做吧。我做了以后，他说我做的饭他吃不惯，先前他还替我说话，后来他就干什么，他就让我忍，他就是敷衍我，他已经不去处理这个问题，就让我忍。你忍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不是，这天天吃饭怎么忍啊？最后这问题解决怎么解决的？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我们就分灶吃了，就这样。这日子不就等于矛盾被激化了吗？分灶吃之后呢？等到后来，我婆婆她对我有误解、有误会产生的时候，她还是让我忍着。你婆婆误会你什么了？一次我那个朋友他寄了一些那个吃的东西给我，挺大一包快递。我取回来了，我放那儿了。那天我妈就来了，我婆婆就跟我妈翻斗起这事儿了，她就说我乱花钱了。我妈当时不知情，她就问我了，我就解释了一下，我再去跟我婆婆解释，可倒好，她就说我撒谎。老人你还能怎么说？你忍就过去就行了吧？你又让我忍，又让我忍，还是一味的让我忍，我的错误让我忍，他冤枉我，不是我的错误，我也忍着。到时候孩子那危险，孩子都出现生命安全的隐患出现了，还让我忍着，我怎么忍？我们家有一口那个水缸，1人多高，挺大的。我婆婆习惯性就是往里面存水，我就跟她说，水缸放这儿不安全，孩子小，他喜欢在那玩水，够不着他就踩个凳子，他就豁拢。家里现在有自来水了，咱们不用这水缸了，不行吗？这不后来就有一回我在那做饭，这孩子又去了，他那玩具就扔到里面去了。他也够不着，他就踩个凳，扒那缸沿，他忽忽悠悠的，就差点掉进去，知道吗？当时我是在。后来我也跟妈说了，我要放水了。你那是说了是吧？那你有下文了吗？那还能怎么说啊？可以不说呀。你作为一个家里的男人，你把那缸挪走不就得了吗？我妈她也是习惯用这缸，这么多年。那你后来这缸里还有水吗？缸里以前是有，但后来发生了这件事以后，觉得挺危险，对孩子挺危险。后来我就不让他放水了。那不这习惯不也改了吗？这个事儿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吧，他就觉得接受不了。我发现他现在特别多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就他特别自私。怎么个自私法？家里面我这边擦地哈，他就在那边踩的都是脚印儿。那我在院里干活呢，我进屋找东西，是吧？我这待会我也近视，我眼近视。你就找借口啊！我在这擦地，我这么大人在这擦地，你就看不见我是吧？天热我晾点凉白开在那儿放着，你喝完之后你倒是再给晾上啊！等孩子要去喝水的时候，没有了那水，孩子在那都急哭了。你说我怎么想的？我怎么想？你心里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孩子？你想到了没有？这水你喝完，你倒是给晾上啊！我平时也是晾的，就是偶尔有一次，那次我就是在院里干活。口渴了，我就急忙进屋，然后见有200块端起来就喝了。我没想那么多嘛。你心里就是没有这个人，没有我们这人，没有孩子。你要是有的话，你不能这么做。说到孩子，我真是你起过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带他出去玩过几回？我们家2个孩子，老大4岁那会儿带他去过一次动物园，他现在都念念不忘。他现在都10岁了，他还记得他爸爸带他去动物园那一次。你就这样陪孩子，你说你再不陪孩子的话，他们就长大了。你说他们损失的童年，你能补上去吗？你怎么能补上去？忙着挣钱嘛，养家嘛。他光想着他自己啊。就我怀老2的时候，那个医生说这个胎盘低，你得注意一下，注意点营养，别动什么的啊。我妈就给我买了坚果。他给我寄过来了，他说这个吃点坚果吧，对孩子好。我妈给我买的东西，他吃的好吃，他都给吃了。
我没想那么多。那你吃？但是说你怀孕那时候，我不是也给你买营养品、滋补品，不也给你买了吗？那是你主动买的吗？那都是我逼着你去的。肚里孩子是你亲生的，你说你怎么一点都不想着让我吃好点？我这孩子不就吃好点？你主动的去做过这些没有？你说你关心过我吗？你说我就去做了，但是我有时候想不了这么多。但这你说了，我都去做了嘛，这不？你这些对孩子不好，对我不好，我可以体谅体谅啊，可以体谅。我不能忍受什么呀？我不能忍受你对我父母你也不闻不问的。你过年过节，咱们离得远吧？你打过电话慰问吗？啊，问过好没有？我父母对咱不好吗？啊，家里没有电车，买个电车给咱们；没有空调了，哎，给咱们钱让咱们买个空调。我爸生病脑淤血，抢救及时，然后他就需要陪护几天。咱说好了，轮流着陪。你去哪儿了？我当时不是赶上地里麦子熟了吗？要收麦子，要是一下雨就收不了了，这一年的收成就没了。不是我也说了吗？让你先去，然后我收了麦子，我马上也就去。那下雨了吗？我问你，下雨了吗？没下雨，你去哪儿了？等你来的时候，我爸都出院了。你说我父母需要你的时候，需要你尽孝的时候，你说你怎么那么多借口？你光想着你自己吧，你怎么就不想着点我们呢？之前我图你对我好，我死心塌地跟着你，你现在对我这个样，我还能跟你过下去吗？不行，咱们就离婚。这点小事不值得，就为这个事儿就离婚了，你让人笑话吧？你这样对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我能问几个问题吗？掐指算来，其实嫁到王家已9年了，一个城里的公主，其实在农村也生活了9年了啊。现在村里的日子您还适应？适应了已经，这个地里那点活我们也都了解。您农闲的时候在忙什么呀？我农闲的时候就出去打工。啊，那你总体评价一下，你先生这人是那种偷奸耍滑、好吃懒做、不为家里努力的男人呢，还是说其实他一直在努力？他也不是那种偷奸耍滑的。他努力，他也努力。努力。接下来我就问您哈，一个农忙的时候要在地里忙活农活，闲的时候呢，他又出去打工给家里挣钱。那您觉得，您站在这儿说你错过了孩子的这个时光那个时光，您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你没有带着孩子跟他一起出去务工呢？其实我也不愿带，因为我带他们也不方便干活，孩子也上学嘛，对吧？你们这不都协调得很好吗？平时生活他老是闹，这闹，老是提，不行就离婚啊！我听明白。现在跟婆婆关系怎么样啊？现在也不行，还是那样。所以你心里面其实更多的是委屈，对吧？嫁错人了是吧？我是有点后悔啊，有点后悔，特别后悔的，不是有点后悔。我能怎么办？我现在都有2个孩子了，我也不，我不想让他们所以单亲。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没想清楚啊，心里满肚子的委屈，满肚子的怨言，但是这9年你也没有做出自己的行动去让生活改变呀。我看到的一个就是我苦啊，我被他们一家人欺负了，婆婆对我不好，老公骗我，对吧？老公自私，我是2孩子妈，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吗？你告诉我，你主动寻求过改变吗？不是，因为我2个孩子，我孩子在家，你不把我带着孩子看着孩子，我没法出去啊。对呀，生完之后就婆婆都那样了，您还生老2啊？那不就趁着老大大了以后，带着孩子一起到城里去务工吗？我不能光想着我自己。你还想着谁呀？生老2的原因是这样，因为一个孩子太少，太孤单了，所以我生老2，我让他。您所以说呀。所以这就是我看到的呀，我在您所有的讲述里，我没有听到您任何真情，我看不到9年的带烟火的日子，我听到的完全就是一个女性对自己曾经生活的一些，用你的话说叫悲惨遭遇。您可以掉眼泪，只能说明我没懂，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老师们是懂的。咱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看起来先生非常的忠厚，不善言辞，总是在家里受气的那个，被欺负的那个。但是我觉得他有相当大的责任，比如说在婆媳关系出现这么多问题的时候，他反复的说一句话：“你忍一忍不就行了吗？”有些事儿不是忍一忍就可以过去的，这些矛盾就摆在那儿，忍了这次还有下次。
我觉得你没有在中间处理好他和你妈妈的关系，你有非常大的责任。而且在你们俩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也说的是你忍一忍不就行了吗？你始终用这一个词，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通过忍一忍改变了很多，但是不是每个人的性格都可以忍一忍就过去了，而且不是每一件事儿忍一忍就风平浪静，再也没有涟漪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说了很多，同为女性，我觉得我很理解她。比如说，孩子4岁去了一次动物园，到现在她还记得这件事，听起来就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你再忙，你还有农闲的时候，尽管去打工了，你要考虑这个家的收入，但是你总有闲下来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时间安排出来陪孩子呢？可能很多人会说，那妈妈在干什么呢？妈妈不能陪孩子吗？对不起。为什么要爸爸和妈妈？就是因为2个人有不同的职责，你都要担任起这个职责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妈妈当然可以陪孩子，当然可以不断地带他去动物园，但是能替代爸爸吗？所以我觉得你有很大的责任。身为女性，我们都知道生活不容易。如果我们可以一个人担当的话，我们干嘛要另外一半？我们不就是希望他们在关键的时候搭把手吗？你关键的时候搭不上手，我跟你倾诉的时候，你还说忍一忍就行了，你为这点小事就要跟我离婚，别人不笑话吗？对不起，你以为天大的事儿才会离婚吗？都是小事儿，聚少成多，到最后一下崩塌了。所以先生，不要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如果你们2个关系最后崩塌了，你一定是占很大责任的那个人。多主动一点，去化解你的妈妈和媳妇儿之间的这种困扰，同时多陪陪孩子，多安抚一下媳妇儿。谢谢。兄弟，我问你一句话，忍是不是你的一个处事的原则？啊，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我告诉你，现在你退无可退了，因为你在家里头也是因为你的忍，因为你的顺从，导致了婆媳之间的关系恶化，导致他现在9年，其实你们之间很少有真情上的交流。他其实是在进入这个家庭当中是有优越感的。在之前，我们家是势利的，我们家都不同意的。然后呢，正是因为你表现出来的顺从的另外一面，哎，你可以去在那个时间去迎合他，我们一起去看日出啊，去享受日落的美景啊。但是恰恰在他被你所谓的包装出来的假象蒙蔽了的时候，到入住了你们家的时候，你开始变了，你开始真相露出来了。你就让他忍吧，顺从吧，这恰恰是你性格的另外一面。所以说，在这9年当中，你们没有更深层次的情感上的交流，使他很有失落感。而在你们这个家庭里呢，当然是被你们的家长所压制。他曾经是爆发的，曾经是想改变的，有2件事情：偷偷的去工作，结果被你的母亲搅黄了，对吧？偷偷的去做了一份想做微商的事业，结果被骗了。他是什么感受？你只知道很生气，你怎么不想到他同样也心疼啊？一个自己的妻子，居然心里话不敢跟自己老公说，老公还在退，你觉得你在这个丈夫的位置上是缺位的，包括孩子的教育，包括等等陪伴，你做到了吗？都没有啊，兄弟，你需要改变的太多了。女士啊，哭早应该哭，哭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但是哭完之后一定要做点什么才能够改变，否则就如同你现在这样啊，你也一直在退呀，对不对？你到受他的影响蛮大的哟。可能在头几年你还是想改变生活的，你心目中的想象的生活是什么样？你现在对爱情都没有要求了，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为什么要生第2个孩子？为什么？因为老大需要一个弟弟的陪伴，对不对？为什么要在一起啊？因为孩子需要父母。有没有说你们俩之间感情上那点事儿呢？没有。我给你建议是，能够搬出来住是最好的。不是你一个人带2个孩子就没法生活了，不可能的。因为婆婆有她对于你们的照顾的，对不对？有她的好，是你脱不开的。你要真能离开她，你可能生活会未来越来越好的，好吗？为什么婚姻过成这个样子？不是他，也不是你一个人变成这样的，你们俩完全不像2口子。什么叫家庭？家庭是一家人在一起贴心才谓之为家。如果我们家庭元素有了，有爸有妈有2孩子，但是所有人的心都没在一起，那还叫家吗？女士所有的抱怨我听起来都是生活常态。
我儿子从小到大真是哪里哪里都磕过，哪里哪里都摔过，他甚至脑袋上磕了一下，缝了50针。那是我不上心吗？不是，我们家有鱼缸，很大的鱼缸。你如果不说，我都没有意识到那个鱼缸当年可能我儿子也会掉进去。你把所有生活中的琐事都拿出来抱怨，说是因为这个男人不爱我了。与其这样，不如去反思一下，我们对这段婚姻到底有多失望，或者我对我自己的选择有多么的不敢去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女士啊，真的，如果你感知和你的行动是一致的话，你完全可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一个憨厚的农村人，给你一份完全的尊重，你想工作就工作，他是支持的，不管婆婆怎么说。你想做微商就做，亏了他嘴上唠叨唠叨也就这样了。你想在家带孩子不上班，他又打工又农忙，全力支持，可以过得好啊，为什么不能过得好呢？可是你们过成什么样子了？你抱怨的所有事都是我们千千万万家庭都在经历的事儿，但是过得好的人没有人抱怨。谁家没有点婆媳的矛盾啊？谁家婆婆不会对儿媳妇有点指指点点呀？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当初的选择，不能接受自己的命运，走啊，回城里呀，给你的孩子受好的教育，天天带去动物园、逛商场、游乐园，有的是好地儿啊。你既然选择了农村这样一片天地，为什么不认命？不认命就回去，你不能一直在这儿纠结吧？咱40了。先生，其实你跟他状态一样，你对待这段婚姻现在也是麻木不仁的状态。你们俩都躺在婚姻这个现实上，一点不往前努力，那你们婚姻的核心在哪里？那就算了嘛，你一个儿子他一个儿子，你在村里过他在城里过不就行了吗？既然不愿意，拜托你们认清现实，就是这样的组合，你多一点努力，多一点上心，不可以吗？所以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人生，请你们看清现实，多拿出一点勇气。2个孩子了，再这样耗下去，你们的孩子将来还有什么幸福感可言？生活不是忍忍就过去的，生活是动动才能过去的，往前动动，走走，好不好？好，谢谢。多年媳妇儿熬成婆，你没觉得你在慢慢变成你婆婆吗？你知道吗？你将来面对你的儿媳妇的时候，可能你比你婆婆还要苛刻，因为你变成了她，你还比她更委屈，你超过了她。然后呢，你的儿媳妇继续熬吗？熬的变成了你吗？所以你唯一的错是什么？唯一的错，你爱上了一个幻想里面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他嘛。所以你们现在的一个故事是一个什么故事？是一个飞鸟爱上鱼的故事。你是一只飞鸟爱上了鱼，我们不能说飞鸟高级还是鱼高级，都一样，只是飞鸟你要么学会游泳，你要么就不要爱它。你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第一你没有学会游泳，第二你没有办法离开它。3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叫什么？叫软弱。你明明是有机会改变的，但是你没有去改变它，你很软弱。第2个关键词叫拧巴。你明明是可以接受生活的，但你不接受生活。我不认为你不接受生活是不对的，但是你拧巴。第3个叫抱怨。我们可以又软弱又拧巴，但是我们可以不抱怨，但是你又偏偏喜欢抱怨。拧巴、软弱、抱怨这3个东西加在了一起，到最后导致所有人都很痛苦。因为你的软弱，所以整个家庭生活没有办法改变，或者你自己的人生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你的拧巴，所以所有人的眼睛里面都有一颗沙子。因为你的抱怨，所有人的情绪都不好，连孩子的情绪也都不好。说到底，你今天站台上不就是你后悔了，但你不知道怎么办。第一个，男人指望不了，离婚你就说说而已，你能离得了吗？你离不了婚。现在让你去打工你也打不了了。现在你那个什么那个时候的一个大专文凭也没用了，出去也干不了活了，怎么办？没办法了，对不对？我最后给你个方法，你现在要建立一个很强的目标，为这个目标去奋斗。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很强的目标？让你的2个孩子脱离出这个生活系统，让你2个孩子的未来的儿媳妇儿不要再变得像你一样了，让你的家庭的下一代可以脱离出这个让你又软弱又拧巴又抱怨的生活系统。如果你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强的目标的话，并且为之努力的话，你现在的所有的后悔，所有的抱怨，所有的软弱
都可以消解掉了，你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化解在这一件事情当中。谢谢。我特别同意陆琪老师那个。其实，如果你不喜欢现在这个现状，你无力改变，不能让孩子再这样。认命和不向生活低头，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接受生活的给予。我们的人生就是单程的，这一步走出去了，下一步在哪儿不知道。回头看的时候能后悔，您还能回去吗？永远回不去了。那你只能设定一个目标，坚强的往前走。能不能达到不知道，你不走永远到不了，你走了也许摔了个稀里哗啦的。下面你好好想想，你们应该怎么办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删去电话号码，才能不让自己老婆，离家吧，以后啊，别再闹了，别再闹着离婚了啊！以后我好好的呵护你，也关心孩子。咱们以后啊，以后的生活，咱们共同商量着去做，去生活，努力的去生活。咱们有孩子，有希望，咱们还有未来。我也不是非想离婚，但是你能像你说的那样做吗？你真的能够对孩子好，对我好？你说的这些你能够做到吗？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做到。我会待你好的，会关心孩子的。我再考虑考虑吧。哎呦，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就像是第。有网友向我们提问说，我和孩子他爸爸结婚4年了，我对他一年一年的失望。怀孕生儿子时呢，他都是借钱，他也干活，挣钱也不少挣，可是就是不知道他的钱都哪里去了。生2个孩子都是我在娘家坐月子，2个孩子慢慢长大，在我妈家过了整整1年零3个月。他每天干活都是夜里2、3点钟来，我在家看孩子，2个孩子在我妈家长大，孩子他爷爷也说不要管，这样的生活我到底该怎么继续下去呢？一个口口声声以工作为名，不顾家不回家的男人，而且呢，你还看不到他工作带来的果实，这样的丈夫可有可无吧？怕蔗糖喝减醇，感谢君乐宝减醇零蔗糖酸奶对本栏目的冠名播出。喝减醇酸奶，为爱做减法。更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